即市发生恶性杀人案，凶手在逃中，请市民关好门窗，不要外出。泡澡时，手机突然弹出了一条消息。当我还没有消化完这条消息时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。你好，物业检查门窗。我泡在浴缸的身体一僵。我们小区根本没有物业呀。我并没有回复，急忙穿好衣服，谨慎起见，我趴在了猫眼处。门外是一个戴着口罩的保安，正埋头在本子上写着什么。我心中的恐惧逐渐升温，回想起半年前业主们和物业的争执，现在突然上门来检查，这太奇怪了。正在我犹豫时，猫眼外突然一片漆黑，是楼道里的灯熄了吗？但通常情况下，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灯应该还会亮着。这时，一阵微弱却清晰的呼吸声透过门缝传来，刺入我的耳中，让我全身的毛发都竖立了起来。恐怖的认知在我脑海中闪现，这不是楼道的灯坏了，而是有人把脸紧贴在我的猫眼上。我捂着嘴，强忍着惊叫，任由恐惧在心头蔓延。此刻，我不敢有任何大动作，更不能发出任何声响。随后那人又用耳朵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，见我屋内实在没动静，便转身去敲了对面的房门。你好，物业检查门窗。他的声音回荡在空落落的楼梯间。我是501，对面是502，住着一个单身宅男，30来岁，可能是个 IT 工作者或游戏主播。他总是默默无闻，看起来有些社恐，可能跟我一样是个 I 人。保安又敲了几下门，没一会儿，一个穿着睡衣、头发凌乱的男人就开了门。两人在门口说了什么，随后物业就被对面小哥领进了门。砰的一声，房门关上，楼道又恢复了宁静。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，难道这个保安真的是物业派来的？我翻看着业主群，寻找可能错过的消息，但群里静悄悄的，也没有任何通知，这不禁还是让我感到一阵不安。这时，手机提示有人添加我的好友，是502，消息备注是：你好，我是住在你对面502的，请问晚上有物业去你家检查门窗吗？什么情况？物业刚进他家，他却在问我。我迟疑着，并没有通过好友请求，转而发消息给楼下的401的女大学生，因为之前拿错快递有点小误会，所以我们才加了好友。妹妹，我想问下，今晚有物业上门检查门窗吗？我握着手机，有些紧张地等待着对方的回复。下一秒，手机震动了2下，是401发来的消息。有的，刚检查完不久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看来是被今天的新闻影响，有一点被害妄想症。我苦笑着揉了揉头，眼睛再次扫到手机里的消息。这一眼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。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墙面上的钟，10点30，物业进去502将近20分钟了，检查门窗需要这么久吗？我忍不住又给401发了条消息，物业检查门窗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呢？大约半小时。简短的5个字，看得我心里直发慌。我终于发现哪里不对劲了，颤抖着手翻找着之前的聊天记录。401的妹妹是个表情包控，可这次的2条信息简短干练，不仅没有表情包，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。与此同时，楼道里突然传来开门声，我赶紧趴到门口一看，物业的人出来了。他把门关上，在本子上记录了几笔，然后转身离开。紧接着传来电梯开门又关门的声音。我赶紧看了看时间，10点35，物业从进去到出来总共29分钟，和401说的差不多。难不成真是我想多了？楼道的灯再次熄灭，周围陷入一片黑暗。我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确认无异状后，终是松了一口气。夜晚的小区很安静，只有偶尔的猫叫声，但想到晚上弹出的新闻，我瞌睡全无。我端着牛奶坐在阳台，我记得单元门口是道铁门，出入需刷卡，而且铁门开关的声音很大。可我坐在阳台许久都没听到关门的声音，难道物业的人还没走？据我所知，6楼是没住人的，且就算他从6楼敲一圈门再下到1楼，也花不了多长时间。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，那名自称是物业的男子还在我们这栋楼里。这时401的妹妹又发来消息，抱歉啊，小姐姐，刚刚我在涂指甲油，没法拿手机，是我男朋友回的消息。这次有标点符号，有表情包，还没等我回复，他又继续发，小姐姐，你看到今天的新闻了吗？好吓人，还好我们小区有物业的人上门检查门窗。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们小区换了新物业，1楼的王叔就是物业队长。原来是1楼的王叔，那他不出单元楼就很正常了。我到底在想什么？我回复谢谢你啊，太晚了，快睡觉吧。群里最后一条消息是王叔早上发的，他早上8点的时候在群里发了今日天气预报，他温馨提示晚上会有雷雨，让我们记得收楼顶的衣服。鬼使神差，我点开王叔头像，申请加他好友，没想到他居然秒通过。你好王叔，我是楼上的邻居，我想问下今天晚上物业组织上门检查了吗？王叔也很快回复，对的，物业临时组织上门检查，你现在在家吧？那你有去过401吗？我帮他拿了快递，可现在又联系不上他，那他没在家吧？我刚刚敲门也没开，你现在是不是在家？我这会儿就上来。收到这条消息，我的手机差点掉到地上。王叔怎么说401不在家？可401明明说王叔已经去过他家了，一个说去过，一个说没去过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见我没有回，他又继续发：你是住在501吧？你在不在家？你是住在501吧？你在不在家？见我没回，王叔急急忙忙弹了我2个视频，我没有接受。印象里王叔是个有些慢性子的人，可从他刚才的字里行间里，无不透露着一股急切和压迫感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直接回复：对不起王叔，我今天不在家。消息发出去后，王叔那边再也没了回应，总感觉王叔有些不对劲，但我也说不上来。我目前能做的就是提醒邻居们小心那个杀人犯。我在群里发了一个红包。这栋楼里，1楼只住了王叔一家，2楼没住人。301是位养狗的小姐姐，担心扰民，每晚出去遛狗。401是刚念大2的妹妹和她男朋友。402是个热心肠的男子，叫小赵。5楼就是我和对面那个比较宅的男子。6楼未住人。眼看红包已经发出去5分钟了，一个领红包的人都没有，我有些焦急，看了眼时间，马上11点半了。想了想，我还是把业主群里的几个邻居都加了一遍好友，可都没有回应。301的小姐姐这个点应该要遛狗回来了吧？我焦虑地站在窗户边往外望，天空突然划过一道闪电，紧接着响起轰隆隆的雷声，随后豆大的雨滴开始砸落下来。或许301看到了天气预报，所以今晚没有下去遛狗，他很有可能已经睡觉了。我松了口气。下一秒，我的微信响了，又是502发来的好友邀请。你好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你觉得今晚是不是有点不对劲？他的话让我瞌睡彻底没了，汗毛直立。502，他也发现了异常，我赶紧通过了他的好友请求。然后问他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今晚有听到3楼的狗叫吗？对哦，我才想起来，301的小狗生性活泼，所以经常半夜听到狗的叫声，这么大的雷声它肯定会狂叫。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今晚确实没听到它的声音，会不会是睡着了？刚才那么大雷和闪电，狗的耳朵很灵敏的，那雷声早该把它吵醒了。所以你是什么意思？他那边显示消息正在输入，许久发过来一句，可能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听他这么说，我汗毛直立。我想的那个意思，3楼的狗狗它，难道我们这栋楼真的进杀人犯了？又是一道闪电划过，接着是一阵巨大的雷声。雷声过后，紧闭着的窗户中隐约传来2声狗叫，看来又是虚惊一场。我擦了把额头的冷汗。你听，3楼的狗叫了，可能是最开始的雷，没把它吵醒。这会儿它醒了，听到了，但你还是小心一点。我总觉得今晚不对劲，你检查好门窗关好没？我再观察下，有事跟你联系。好，我回复他。我瞅了眼门口，门是关好了，但还可以更结实一些。我悄悄把桌子挪到门口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呻吟声，有人在我门口。救命！我赶忙透过猫眼看去，可门外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吓得赶紧给502发消息，我家门口有个人，可我看不见，你家那个位置能帮我看看吗？我吓坏了，打字的手都在颤抖。过了许久，他回我了，确实有一个人趴在你门下，他手上还拿着刀。我从我家猫眼看对面502，除了一团漆黑和一点绿光外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楼道里这么黑，他怎么会看得如此清晰？是王叔吗？没看清楚，我马上报警。你躲进卧室不要出来，把房间门反锁好。我按502的提示刚往后迈了一步，门口突然响起猛烈的砸门声，每一次大力的敲打都像是砸在我心上，我的心咚咚直跳。他到底是谁？楼道的声控灯伴随着砸门声也亮了起来，可我不敢往外看。就在这时，402的小伙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激动的手都在颤抖。终于有人回复我了，便赶忙将今晚的情况大致跟他说了一下，让他别出门，小心一点。402的小赵年纪不大，25、6的样子，平时会晨跑和健身，是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。这下即使是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，胜算也大了些。我还告诉他，在我门口的人可能是王叔，我让他千万别出门，只要不出门，等警察来，我们就没事了。可402却慢悠悠回复我一条：什么王叔？他刚刚不是还来我家检查门窗吗？我上来看他。502说门口那人手上是有刀的呀。我怕402上来受到伤害，连忙阻止。哥，别上来，他有刀，你去看看新闻，今晚麻集市发生凶杀案了，凶手到现在还没抓到，很有可能就是门口那人啊。那有点刺激，这不是行走的一等功吗？你放心妹子，我练过的，他有刀，我也有啊，我还正当防卫呢。你别怕，你刚刚不是说502也在家吗？你让他帮我吸引一下注意，我绝对能制服他。平时只觉得402的小赵是个精神小伙，没想到脑子确实挺神经。这种时候，他居然想着上来单挑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脑回路不太正常的人？你别上来添乱了哥，他现在的目标是我呢，你就在家待着，你别等会儿把自己给搭进去了。可那边再也没了回应，这小子不会已经收拾东西上来了吧？我赶紧将这件事告诉502，502同我一样，气得连发3个问号。
门口的砸门声还在继续，知道有人要上来后，我好像也没那么害怕了，便大着胆子往猫眼方向看去，可没想到竟然不是王叔。门外的人头发凌乱，浑身上下都是血，他是楼下401妹妹的男朋友小兵，他的手上确实拿着一把刀，通红的眼睛一直瞪着我家门的方向，楼道里的灯随着他的动作忽明忽暗，画面看起来很是诡异。在我印象中，小兵是个斯文的男生，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？他身上的那些血是楼下妹妹的吗？难道他就是那个杀人狂？那之前说要上来找我的王叔又去了哪里？就在我胡思乱想时，电梯叮的一声停在了5楼。402的大哥不会神经到直接坐电梯上来的吧？门口的砸门声猛地停了下来，我再次透过猫眼看去，只见小兵慢慢靠近了电梯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里面却一个人也没有。就在这时，小兵背后突然窜出一个人影，猛地一脚踢向浑身是血的小兵，两个人迅速扭打在一起。原本说好帮忙的502迟迟没有开门，我担心402会有危险，慌乱地拨打了报警电话，问帽子叔叔为什么还没有来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之前我们并没有接到马吉小区的报警电话。502并没有报警，他为什么要说谎？等等，我猛然想起小兵敲我门的眼神，他的眼神不是暴怒，不是杀红了眼，似乎是害怕。他在害怕什么？我看到他们扭打后被扔在了一边的东西，是那把刀。我看得并不清晰，可502究竟是怎么在一片漆黑中看到小兵手里拿着这把小刀的？就在这时，楼梯间闪过一个人影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502。他不是在家里吗？瞬间，整件事变得清晰起来。王叔半夜收到消息说麻吉市发生恶性杀人案，凶手没抓到，所以接到通知要连夜检查小区内业主的门窗。他是从楼下往楼上开始检查的。最开始他确实检查过301、401、402，然后来到了我家，因为我在洗澡，加上心理恐惧，就没有给他开门。于是他去了502，进入502后，王叔意外地发现对方就是杀人狂，所以被残忍杀害。而后走出来的那个人其实是换上安保衣服的502，他直接去了401，小兵也是在慌乱之中逃到了我门口。我猛地冲出房门，大喊道：“我们都被骗了，502才是凶手！”声音一出，在他们都愣在原地的片刻，我趁机将手中的辣椒水直接喷向了502。就在502看不清的时候，402和小兵也缓过神来，跑上前将502制服。没过多久，帽子叔叔就赶了过来。看到帽子叔叔，想到这一晚的惊心动魄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对面楼层的女人了，难道她真的出事儿了？她窗户上的图案又代表什么呢？我是一个失败的小说作家，因为作品销量一直不佳，收入也得不到稳定的保障，被迫我只能搬进了这所廉价的公寓楼。也是偶然的契机，正当我在窗口思索剧情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个女人，她似乎没有拉窗帘的习惯，略显昏暗的灯光下闪过一个窈窕的身影，窗户里只看到她那修长的手臂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件扔在床上，很显然她是要去洗澡。于是我盯着对面无人的房间看了一阵子，那也是一间卧室，只是陈设十分简单，从这里看过去房间里的情况一览无余。一开始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时间一长，我也就自然接受了，毕竟我也是女人，就当作是同性之间的互相欣赏吧。某天，我再次坐在窗口苦思冥想的时候，熟悉的景象消失了。他今天居然破天荒地拉上了窗帘。我原本以为他终于有了保护隐私的意识了，可1周过去了，我隐隐感觉到了异常，因为这段时间他的窗帘一直没有拉开过，甚至窗台上的衣服也很久没有收回去了。更不对劲的是，今晚我照例在窗口看着对面黑乎乎的楼层发呆，突然我注意到对面阳台的窗户上似乎多了一些图案，那是一个用深红色颜料涂抹上去的，乍一看甚至觉得像是人血，整个图案看上去歪歪扭扭的，毫无章法。这显然是慌乱之中画出的东西，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情急之下，我甚至开窗探出头，换各种角度去看，这才终于有了眉目，一板一眼地念出了2个字幕 SO。 我被自己画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。他真的出事了吗？我紧张地想拿出手机报警，可转念一想，我又该怎么解释？我偷窥到对面窗户上有一个好像求救信号的图案吗？晚上我辗转反侧，这如果是真的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？经过了一夜的思想斗争，我最终还是决定到他家去看一看。在去的路上，我一直祈祷着，希望这只是虚惊一场。跟随着楼上的邻居，我成功进入了他所在的大楼。我可以进来，那么其他人也可以。这么一想，便越发的相信自己的猜测了。我忐忑地站在房门前，轻轻地敲了几下门，下一秒，门居然被我缓慢地推开了一条细缝，门没锁。我推开了房门，有人吗？喊了几声，依旧没人回应。我缓缓地推开了门，似乎是因为窗帘被拉上的缘故，里面十分昏暗，什么东西都看不清。我咽了一口唾沫，回头看了一眼走廊，
在确认无人之后走进了房间，屋里光线昏暗，我明明是来救人的，可却有一种做贼的感觉。我不敢开灯，只能用手机屏幕微弱的光照明。屋子里的地板上凌乱不堪，我一边回忆着通过窗户看到的情况，一边寻找着正确的方向，蹑手蹑脚地摸进了我记忆中的那间卧室。卧室里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，原本整洁的床单变得又脏又皱，床单上还能隐约看到斑斑血迹。难道他真的出事儿了？种种迹象表明，他可能真的出事儿了。我本能地捂住了嘴巴，想着是不是应该先逃离这里，毕竟我多待1秒，危险就多上1分。就在我惶恐不安之际，一阵细微的呼吸声从身后传来，我僵硬地扭过了身子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影。下一秒，我几乎是疯了一样逃回了自己家。然而在我开门的瞬间，我发现门口竟然有一张褶皱的纸条，这显然是有人刻意塞进来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顾不得擦去额头上的冷汗，猛地将纸条摊开，上面写着2个字：快跑！我一脸惊恐地坐在地上，这会是谁塞的纸条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马上离开这里，然后去报警。可我不知该跟他们怎么说，这听上去就像一个荒唐的故事。我私闯了民宅，还发现了命案，可我却没有任何证据。这种情况令我一筹莫展，虽然我很想救对面的女孩，但是却无能为力，甚至我也可能被凶手盯上了。我握紧了手中的纸条，如果这个真的是有人故意塞给我的，楼道2端都有监控，那个放下纸条的人一定会被监控拍到。顺着这条思路，我跑到了小区的保安室，利用自己小区业主的身份，成功的看到了监控。我的心跳骤然加速，随即将视频放大、放大再放大。这个人一头波浪卷发，尽管戴着口罩，但还是可以看出此人目光中显露出的疲惫。我一脸惊恐地后退了几步，这不就是住在对面楼的那个女孩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她这不是好好的吗？那她又为什么要在窗帘上留下求救信息？我又回想起床上的血渍，难道杀人的是这个女人？可她为什么又要给我塞纸条呢？整件事变得更加诡异起来，我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。我疲惫地回了家，还特意检查了反锁的门，这个地方我可能真的不能待下去了。我紧忙收拾起屋子里的东西，正当我收拾到桌上的电脑时，眼睛的余光无意间扫到了对面楼的女人家。只见她家窗帘忽然被猛地拉开，接着是女人一脸急切的表情。我看到她站在窗前手舞足蹈，似乎是想向我传达什么信息，可声音并不能传这么远，所以我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我看到她不停地用手指着窗户上的图案，还没来得及思考她想要表达的意思，屋外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。现在可是深夜，谁会在这种时候突然来访？敲门声一阵阵的传来，今天发生的事情太诡异，我始终没敢发出一点声响。我慢慢挪到了门边，透过猫眼看去，那是个看着很普通的男人，只不过胡子拉碴的，皮肤微微泛白，看样子像是许久没有出过门了。下意识间，我再次望向了窗户对面的女人，她依旧一直晃着手臂，再次指了指那个诡异的符号。一瞬间，我似乎想通了一切。505，对面窗户上的图案根本不是求救信号，而是505，那正是我家的房号。那个女孩一直都在提醒我。门外的敲门声已经停止，但我依旧不敢开门，我怕她还是躲在了我家门口。对面的女人是因为某些原因得知了这件事，所以她想着要救我。想明白了一切后，我下意识咽了口口水，最终拨通了报警电话。那个男人被抓住了，起初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，直到找到了对面的女人，经过一番开导之后，他才终于说出了事情经过。原来那个女孩因为不拉窗帘而被男人盯上了，后来又遭受多次伤害与威胁，产生了应激反应，迟迟不敢报警。这些天男人也一直在女孩家里，当然也发现了站在对面观察女孩窗户的我。而我去他家的那天，那个男人其实就在屋内，但因为门是开着的，他不好下手。女孩则是恰好找了个借口，特意跑到我家，留下了纸条，就是想提醒我离开。因为他发现了那个男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，即便他不敢报警，他依旧鼓足勇气想来提醒我。最后那个男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而我则经过女孩同意后，把这一切写成了一篇精彩的故事，希望能够被更多像我们一样的独居女孩看到。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，不要重蹈覆辙。如果许久未见的朋友突然联系你，你会害怕吗？在吗？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的我，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，我皱了皱眉，这不是珊珊吗？想着毕业以后也快5年没联系了，突然间找我，这是出来喝点吗？想你了。也许是看到我没回复，他又发来2条消息，喝点。珊珊她心情不好吗？想着我俩上学时关系一直还不错，又看了眼地方离我这里不是很远，于是我欣然答应了他。
我顺着导航走了过去。明明是我每天都会路过的街道，今天却格外的让人陌生。到了地方后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十分意外，因为我竟然走到了一处拆迁大楼门口。阴森的大楼散发着破败的气息，隐隐让我有些不适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嘴里嘟囔着，于是我立刻给珊珊发了消息：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等了好一会儿，她也没有给我回复，周围没有一个人路过，我顿时有些害怕。一阵风吹过，我吓得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，抱紧自己的手臂，有点不敢在这里等下去了。我赶忙给珊珊打去了电话。突然，一阵手机铃声悠悠的响起，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极为刺耳。我吓了一跳，愣愣地站在原地，耳听着声音越来越清晰，却迟迟没有人接听。不对，冷汗瞬间从我的额头滴落，这铃声竟然是从我身后漆黑的大楼里传出来的。我吓得根本不敢回头，立马夺命般跑了起来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的心还依旧砰砰直跳。再看了一眼手机，珊珊再没有给我回复任何消息。直到第二天，闺蜜来我家玩，想到她和珊珊是一直有联系的，我便把昨晚这件事跟她讲了一遍。啊，她不是在家带孩子吗？怎么有时间这么晚出来找你啊？你等等。闺蜜直接给珊珊打去了电话。没过一会儿，我看见闺蜜脸色肉眼可见的发白，随后她按下了扩音键。啊，我没联系他呀，我手机啊前几天被偷了，才补的卡。那昨晚找我的是？在火车上睡觉的我，竟然被一个陌生男人盯上了。凌晨，我踏上了回家的火车。考虑到起身来去都比较方便，我买的是下层的卧铺。昏暗的车厢里此起彼伏响着呼噜声，我疲惫地躺在卧铺上刷着手机，伴随着车厢的晃动，困意渐渐向我袭来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终身难忘。睡得迷迷糊糊间，我突然感觉一团黑色的东西似乎在向我靠近，他的视线一直在上下打量着我，这种黏腻的感觉让我非常不舒服。我想翻个身，却发现自己浑身都动弹不得，下意识以为自己是在鬼压床，因为之前经常遇到这种情况，所以并没有太在意。直到一阵风呼地吹在了我的耳边，这风怎么是热的？我瞬间吓得睁大了眼睛，大口大口喘着气，望了眼周围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侧边的铺子上，一个大姐依旧在打着鼾。我咽了口口水，看了眼窗户外，天色依旧黑着。我拿起手机，没想到才4点多，好像做噩梦了。我顿时松了口气，但是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终于回到了家，我立刻窝在了床上，想睡个回笼觉。刚掏出手机，就发现有好多未读消息，都是来自一个名叫花开富贵的人。我印象中似乎没有这么一个好友。直到他的下一条消息发来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。晚上睡觉别总踢被子，昨天晚上帮你盖了好几次，你的手和身上都是凉的呢。冷汗一下子打湿了我的后背，他的话瞬间让我鸡皮疙瘩爬满全身。昨天晚上，那不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吗？我点开了他的头像，照片应该就是本人，一个两眼无神、长相猥琐的中年大叔。可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。男人见我许久不吱声，再次发了消息过来，这是一张我的照片，而照片里是我在火车卧铺上熟睡的样子。这下他的话让我像吞了苍蝇一般，脸色差到极致。想到我睡觉时，一个陌生的男人在对我动手动脚，甚至用我的手机加了好友，我竟然丝毫不知情，顿时让我觉得毛骨悚然。你个变态，我要报警！男人看到我的消息，瞬间安静下来。等我再去指责他时，我已经被他先一步拉黑了。警察根据我提供的信息，很快锁定了他。他是跟我同车厢的乘客，承认了自己因为看到我独自上火车，这才动了歪心思。糟了！你有本事出来！你是不是活够了？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多少次了。自我搬进来之后，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活着，家里的大门早已经千疮百孔，真不知道他还能挺多久。小冉，你怎么又惹到那个神经病了？看到隔壁李姐的消息，我颤抖着手回复着，我真的已经很小心了，真不知道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外终于安静了下来。我茫然地畏缩在被子里。原本刚租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还隐隐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始，直到一条好友申请从此打破了我的宁静。你好，我是住楼下的，有事情找你。看到是我楼下的女邻居，秉着邻里间友好相处，我很快便通过了她的申请。你好，401租户，有点事情麻烦你。我平时晚上睡觉比较早，麻烦你晚上的时候动静稍微小一些，不然会吵到我。看到邻居发来的消息，我隐隐有些抱歉，我最近晚上加班回来都比较晚，所以洗漱收拾完上床也得12点多了，不好意思哈。那我之后注意点。看到他不再回复我的消息，我微微松了口气，可没想到这种日子才刚刚开始。麻烦你晚上洗澡洗快点，水流声吵得我睡不着觉。我刚洗完澡从浴室出来，又收到了楼下邻居的消息，
我忍不住皱了皱眉。自从他加了我之后，我已经换了静音拖鞋，连手机一到晚上都调成了静音模式，生怕吵到他。可无奈下，我还是回复了句好的。想到有一次，因为我没回复他，他竟然没一会儿就给我打来了视频电话。我悠悠叹了口气，突然有种想搬走的冲动，可因为囊中羞涩，生生忍了下来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因为我的退让，竟然得寸进尺。这天中午我在做饭，手机又响了起来。你在做什么？叮叮咚咚的。我擦了擦湿漉漉的手，看了眼加了隔音垫的切菜板，顿时不再好气。我在切菜，有问题吗？就是让你动静小点。我看了眼他的话，想到这些日子他日复一日的消息提醒，顿时也生气了。切菜也不行吗？现在是中午吧，我不要吃饭的吗？可是你吵到我了，没有人规定中午不能吃饭吧？我也没说你不能吃饭啊，这不就是让你声音小点吗？你至于生气吗？我气得脸色通红，刚想反驳他，然而他接下来说的话让我顿时怒火中烧。快闭嘴吧！搬过来这么久了，没一天消停的，走路声特别响，危害社会不说，险些我都神经衰弱了。你不就是个租户吗？你自觉点，别让我每次都提醒你。我顿时眼泪溢满了眼眶，忍让他已经让我每天耗尽了精力。手机还在叮咚叮咚的发着消息，但是我也没心思再看。我本来就是个懦弱的人，生怕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惹人不高兴了。我再次把手机调成了静音，只希望他听不到动静了就别再给我发消息了。直到晚上我洗完澡，一阵砸门声响起，我吓得直接睁大了眼睛。谁啊？我大吼了一声，门外没有人说话，但门一直被人砸得砰砰作响。我急忙跑到了门口，透过猫眼往外看，只见一个男人怒气冲冲，一直在砸我家的门。你是谁？你不说话，我报警了！我的声音中都带着一丝颤抖，不断吞咽口水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开门！你再吵，老子就弄死你！一道带着怒意的男声伴随着砸门声响起，我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，着实被他的行为吓到了，颤抖着手赶忙报了警。警察到的时候，楼下的人已经回去了。我哭着打开了门，邻居李姐听到动静也跑出来帮我说了几句话。在了解事情经过之后，便带着我们上门做了调解。看着楼下301的男人客客气气面对警察的样子，我感觉刚刚经历的一切似乎和做梦一般。但同时让我疑惑的是，我自始至终都没见过他家的女主人。看着他再三保证之后，我才回到了家，但是也就消停了几天。紧接着又开始肆无忌惮的砸门，保安、物业也来了不知道多少次，但依旧没有作用。直到最后，我还是无奈的搬走了。如果你也遇到这种邻居，你会怎么办？2018年11月，为了节省房租，我租了一间单身公寓。看着破旧的大门，我问房东能不能帮我换个门。这门很结实，这么久都没出事，换不了。看着房东坚定的眼神，我有些无措。可这房租确实便宜，我便咬咬牙租了下来，喊人上门换了锁。2019年1月，出差了好几天，听说前2天好几户人家门锁都被撬了，被偷了好些东西。隔壁的小情侣家被偷得最狠，连晚上吃剩下的排骨汤都被连锅端走了。看着小姐姐唉声叹气借菜刀的模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我仔细检查了我家的门锁，似乎没有被撬开的痕迹。2019年2月，过年回来后就听房东说要涨房租，原因是他帮我们这栋楼找了一个守夜值班的大爷，还是因为之前遭小偷惦记的事情，房租涨了500，让本不富裕的我雪上加霜。上个月同事还让我和他合租，看来我得考虑一下了。2019年4月中旬，最近总加班，回家的时候都已经凌晨了，钥匙孔又生锈了，抽空得找个师傅看看了。最近这么晚还有人搬家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。2019年4月下旬，没想到我居然遇到了这么可怕的事情。闺蜜在我家玩了2天刚走，却突然有人敲了我家的门。这种单身公寓都没猫眼，开始我以为是闺蜜去而复返，但我问了门外好多遍，却没有任何人回答。楼道的脚步声响起，特别清晰，一直在门口徘徊，一下一下踩在我的心头上。我再次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搬家。2019年5月，最近我失眠更严重了，因为从那天之后，我经常在深更半夜听到门外有脚步声，在走廊里走来走去。我问过房东了，他说应该是大爷在值班。难道真的是我多想了？不对呀，大爷一般不是到凌晨1点左右就休息了吗？我难道幻听了？突然想到隔壁的邻居都搬家1个多月了，可我也总能听到他家似乎传出来有人念叨的声音。不行，太恐怖了，我还是得搬家。2019年6月，我被人盯上了。我刚从快递站取完快递，便往家走去。突然，我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我的身后好像一直有个人在跟着我，我吓到了，直接僵在了原地。但更可怕的是，身后的人竟然也不走了。我们就这样僵持了许久。没过一会儿，我疯了一般冲上了楼，头都不敢回。我赶紧冲到了家门口，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但因为钥匙孔生锈，我一直没能打开。此时他已经走到了我的身后，正站在那里看着我一动不动，然后打开了隔壁的房门。
2019年7月，我终于搬走了。听房东说，隔壁那个小伙精神不太正常，他总喜欢跟着女孩屁股后边跑，但都没恶意。可我再也受不了了。自从我知道他住我旁边之后，有一天晚上我仔细听了一会儿隔壁的念叨声，这次我终于听清楚了，他竟然一直重复念叨的是我的名字。想到因为我的这个习惯，竟然救了自己一命。起初是门外的墙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三角标记，我看到后心里一惊，赶忙把它划掉了。可没想到才隔了几天，标记再次出现，依然是一个歪着的三角形。这个标记之前我也有所耳闻，代表着这一户是独居女性。随即我又去看了对面的2户，果然没有任何的标记。我皱了皱眉，虽然并不想承认我的猜测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是找到了物业。咱们这是老小区，这监控好像又坏了。保安大哥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我克制住自己内心焦躁的情绪，还是让他们赶紧维修。也许是哪家小孩子的恶作剧呢，不用太担心。保安大哥看我脸色太差，安慰地说道，但我总觉得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。直到那天下午，我出差回家，一打开门就发现了不对。因为我有一个习惯，每次出门之前我都会把家里的鞋子摆得整整齐齐的。但是今天我发现脚下的鞋子明显被踢到了一边，而且脚垫也有些轻微的褶皱。我联想到前几天在门口发现的标记，一种不安的感觉突然袭上心头。此刻，这个无比熟悉的屋子让我觉得危机四伏。我屏住呼吸，仔细听着周围的声音，心里也砰砰直跳，怕得要命。在静谧的房间里，我好似捕捉到了一阵轻微的呼吸声。我吓得赶忙退到了门外，以最快的速度反锁了房门，随后报了警。期间我冷静下来后，还有些懊恼，生怕是自己太敏感搞错了。然而在警察叔叔到了后，打开了房门，没想到屋子里真的有一个男人，他被警察从卫生间揪了出来。后来根据他交代，他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盯上独居的我了，门口的鞋子也确实是他踢倒的。直到现在我还很后怕，要不是因为我的这个习惯，可能我就已经遇害了。所以大家在出门前也最好习惯地做上标记，如果哪天这个标记变了，至少你能有反应的时间。